If you could follow this story without breaking a sweat, your Chinese is officially good enough to survive and thrive in China. Let's learn Chinese the natural way. Just like a native speaker, let's dive in.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老年实习生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个70岁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做本。以前，本是一家大公司的经理，他非常聪明，工作也很努力。他在那家公司工作了40年，赚了很多钱，也认识了很多朋友。但是现在他退休了。本的妻子在几年前去世了。本非常爱他的妻子，妻子离开以后，他觉得非常难过。他的孩子现在也长大了，结婚了，住在别的城市。孩子工作很忙，没有时间每天陪他，所以本一个人住在一间很大、很漂亮、很干净的房子里。为了让自己不那么孤单，本每天都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很满。他每天喝咖啡，看报纸，和朋友聊天，上各种各样的课，甚至还买了机票去很多国家旅行。他去过中国，去过欧洲，拍了很多照片。看起来本的退休生活非常舒服，非常完美，对不对？但是本的心里其实一点也不快乐。每次旅行结束，回到家里，他都觉得心里空空的。每天太阳下山的时候，他坐在房间里，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本对自己说，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生活没有了意思。我还很健康，我的身体还很好，我的大脑还能思考。我要出去，我想工作。这样一个机会终于来了。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天气很好，本去超市买东西。在超市外面的大门上，他突然看到了一张绿色的纸，那是一张招工启事。有一家非常有名的服装购物网站，因为业务发展非常快，所以他们想招一些新的员工。特别的是，这张纸上写着，他们不要年轻的学生，他们想招70岁以上的老年实习生。这家公司的年轻老板认为，虽然现在的年轻人很会用电脑，但是老人们有更多的工作经验和生活智慧，这些经验可以帮助年轻的公司变得更好。本站在那张纸前面，认真地看了3遍，他的眼睛突然亮了，他的心跳也变快了。本非常高兴，他在心里想，这不就是为我准备的工作吗？这就是我的机会，这就是我想做的事。但是想要得到这个工作并不容易，这家年轻的公司有很多新的要求。他们要求每一个申请工作的人不能写普通的简历，而是必须录制一段视频，在视频里要用英文清楚地介绍自己，说说自己为什么要来这家公司工作，最后要把这个视频传到互联网上。本是一个70岁的老人，在30年前，大家工作都用纸和笔，不用电脑。本不会用复杂的电脑软件，他甚至不知道该怎么用手机录制好看的视频。但是本没有放弃，他决定去学。第二天早上，本去商店买一个全新的摄像机。回到家以后，他把摄像机放在桌上，先打开衣柜，从里面选了一套他最喜欢、最贵的蓝色西服。他穿上西服，系好领带，把头发梳得非常整齐。他坐在摄像机前面，深吸了一口气，按下了开始键。面对镜头，本一开始有一点紧张，但是他很快就露出了自信和温暖的微笑。他开始真诚地对自己说话，也对那家公司的老板说话。他在视频里说，你好，我已经70岁了，我已经退休了，我的妻子在几年前去世了，我很想念她。我平时喜欢旅行，喜欢看书，也喜欢去咖啡馆，但这些事情做多了，我发现我更想去工作。我不想每天一个人待在安静的房子里，我想回到有人的地方，我想和大家一起工作。接着
本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也非常感人的话。他说：我以前在书里看过一句话，一位非常有名的音乐家说，音乐家不会退休，直到他们大脑里没有了音乐，他们的手里写不出歌，他们才会真正停止。但是我想告诉你们，我的心里现在还有音乐，我很确定我还想去工作。本录制完视频以后，他的年轻邻居帮他把视频传到了那家服装公司的网站上。星期六的早上，这家服装公司的办公室里，几个年轻的经理正在看申请人的视频。很多年轻人的视频都很普通，没有什么特色。突然，他们打开了本的视频，办公室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年轻的经理们看着视频里这个穿着整齐西服、头发白白、眼神却慈祥、说话非常自信的老人。他们听着本说的每一个字，听着他关于心里还有音乐的话，大家都感动了，没有一个人说话。一个年轻的女孩擦了擦眼泪，对旁边的经理说：这个老人太可爱了，他虽然70岁了，但他比很多年轻人都更有精神，他非常有智慧，我们必须让他来面试。所有的经理都同意了，于是本成功了，他通过了第1轮的视频比赛。在接下来的正式面试中，他成功得到了老年实习生的工作。下个星期一的早上，本起得比平时还要早，他站在镜子前面，非常认真地检查了自己的衣服。他穿了一套干净的黑色西服，系了一条漂亮的蓝色领带，皮鞋擦得像镜子一样亮。最后，他拿了一个黑色的旧公文包，带着自信的微笑出门了。当本走到这家服装购物公司的办公大楼时，他发现这里和他以前工作过的地方完全不一样。这里的办公室非常大，墙上面画着各种漂亮的画，没有传统的房间隔断，所有的桌子都连在一起。最让本感到奇怪的是，这里的员工都非常年轻，他们穿着运动鞋、牛仔裤和简单的 T 恤，手里都拿着最新的智能手机或者轻薄的笔记本电脑。当穿着整齐西服、拿着旧公文包的本走进来时，年轻人们都转头过来看他，眼神里充满了好奇。这个年轻的世界里，本见到了这家公司的最高老板，也就是女总裁朱尔斯。朱尔斯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年轻女人，这家有几百名员工的大公司就是她一个人在短短1年半的时间里建立起来的。朱尔斯非常热爱工作，但她也过得非常辛苦。她每天几乎都要工作20个小时，每天都有开不完的会，接不完的电话，回不完的电子邮件。她忙到没有时间坐下来好好吃一顿饭，甚至为了在办公室里节省开会走动的时间，她竟然在公司大楼里骑着一辆红色的自行车去各个部门开会。她的工作非常成功，但巨大的压力也让她变得非常敏感、紧张，甚至有一点难以接近。当朱尔斯在办公室看到本时，他愣住了。他虽然知道公司招了老年实习生，但他并不知道这个老人会被分到自己身边工作。朱尔斯看着本那一身笔挺的西服和古老的公文包，在心里想，这个老人和我公司太不配了，他连电脑都不会用，怎么能帮我的忙呢？他一定会耽误我的时间。于是朱尔斯对本表现得很客气，但也很冷淡。他对本说：本，你好，很高兴你来到这里，但是你看，我的工作非常忙，压力也很大，我可能没有时间去教你做什么，所以你其实可以不用做什么具体的工作，每天在桌子后面坐着休息就好。如果有需要，我会给你发电子邮件的。本听出了朱尔斯话里的意思，朱尔斯其实觉得他是个麻烦，不想给他安排任何工作。如果是一个普通的老人，这时候可能会觉得很难过，甚至会生气，但是本没有。他活了70岁，见过各种各样的人，
他非常理解这个年轻女总裁的压力。本温和地看着朱尔斯，微笑着说：“没关系，总裁，我在这里随时等候您的要求。如果您需要我，我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帮您解决问题。”就这样，本开始了他第一天的工作。他被分配到了朱尔斯办公室外面的一张大桌子上，坐在他旁边的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上班的第一天，本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当年轻的同事们开始工作时，他们从包里拿出了各种先进的电子设备，而本慢慢地打开了他那个30年前黑色旧公文包，从里面一样一样拿出自己的东西：一个老式的算盘，一支黑色的钢笔，一本厚厚的纸质笔记本，还有一个非常干净的小闹钟。当本把小闹钟放在桌子上的时候，旁边的年轻同事都笑了。他们觉得本像是从历史课本里走出来的人一样。虽然朱尔斯没有给他安排任何工作，但本并没有让自己闲着。他发现在办公室的中间有一张非常大的桌子，上面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垃圾：过期的报纸、喝完的咖啡杯、废弃的纸张和各种乱七八糟的盒子。这张乱七八糟的桌子已经存在好几个月了，每个员工经过时都会皱眉头，但因为大家都太忙了，没有人愿意停下来花时间去整理它。本看着这张桌子，在心里想，既然现在没有人需要我做业务，那我就从最简单的事情开始做起吧。本站了起来，脱下了西服外套，挽起了衬衫的袖子。他开始认真地清理这张大桌子。他把所有垃圾分类扔掉，把所有有用的纸张整整齐齐地码放好，把桌子擦得一尘不染。他干得非常认真，就像在整理自己家的客厅一样。到了下午，当朱尔斯骑着自行车去开会，经过这里时，他突然停了下来。他揉了揉自己的眼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张全公司最脏最乱，让所有人头疼的大桌子，现在竟然变得像新的一样干净整齐。朱尔斯转过头，看到本正穿着衬衫，在不远处对他微微点头致意。朱尔斯的心里突然微微一动，他第一次觉得这个穿着老西服、拿着旧公文包的70岁老人似乎和他想象的不太一样。他虽然不会用复杂的电脑软件，但他会用自己的方式，在默默地观察着这个公司，并用他的行动让这里变得更好。自从本把那张乱七八糟的大桌子整理干净以后，全公司的年轻人都对他刮目相看。虽然总裁朱尔斯还是没有给他具体的业务，但本在办公室里已经成为了所有年轻人的宝藏。本发现，现在的年轻人虽然天天用电脑和手机聊天，但他们其实非常害怕面对面地和人沟通。坐在本旁边的一个年轻同事喜欢上了公司里的另一个女孩，但他只敢在手机上给人家发短信，结果女孩子总是对他冷淡淡的。本看到以后，笑着对他说：“小伙子，以前我们谈恋爱必须走到女孩子前面，看着她的眼睛说话，听我的，放下手机，直接去她的桌子前面，送她一杯咖啡，赞美她今天的头发很漂亮。”年轻同事听了本的话，大胆地走了过去，结果女孩子真的非常高兴，两个人当晚就一起约会了。不仅如此，本还成了大家的时尚顾问。公司的年轻男孩们平时穿得歪歪扭扭，本就教他们怎么把衬衫整齐地塞进裤子里，怎么买一条质量好的皮带。大家发现，听了本的建议后，自己不仅看起来更精神了，连工作的时候都更自信了。很快，本的桌子前面每天都围满了人。年轻人们遇到了工作上的压力、生活中的烦恼，都喜欢跑来找这个70岁的老人聊聊天。本总是安静地听着，然后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微笑和最真诚的建议。
但是本最关心的依然是他的老板朱尔斯。有一天晚上，时间已经很晚了，办公大楼里的年轻人们都陆陆续续下班回家了。本处理完手头的一些小事，正准备离开，却发现朱尔斯的办公室里还亮着灯。他走过去一看，朱尔斯正一个人坐在巨大的电脑屏幕前，一边疯狂地敲着键盘，一边痛苦地揉着太阳穴。在他的桌子上放着一盒已经放凉的披萨。本没有直接离开，他去楼下帮朱尔斯倒了一杯热开水，然后轻轻地敲了敲门。朱尔斯抬起头，看到是本，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本把热水放在他的桌子上，温和地说：“总裁，时间太晚了，哪怕是全公司最努力的老板，现在也该吃点东西，休息一下了。”朱尔斯看着本关心的眼神，心里的防备突然卸下了。全公司的人都觉得她是无所不能的女强人，只有本看到了她的疲惫。朱尔斯对本说：“本，你愿意留下来陪我一起吃一块披萨吗？”本高兴地答应了。两个年龄相差40岁的人就这样并排坐在深夜的办公室里，一边吃着冷披萨，一边像老朋友一样聊了起来。朱尔斯好奇地看着本放在桌子上的西服口袋，那里总是整整齐齐地塞着一块白色的干净手帕。朱尔斯笑着问他：“本，我一直想问你，现在所有人出门都用纸巾，为什么你每天都必须随身携带一块布手帕呢？这看起来太古老了。”本听了微微一笑，他看着朱尔斯，非常绅士，也非常真诚地说：“朱尔斯，我们那个时代的男人随身带手帕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他不是为了我自己擦汗准备，他是为了在女人哭泣的时候，我们能够立刻把它借给他们，让他们擦干眼泪。这代表了一个男人的礼貌和责任。”听到这句话，他看着眼前这位白发苍苍却无比儒雅的老人，眼眶突然红了。在这一瞬间，他觉得这段时间以来所有的委屈、压力和孤独都被这句温柔的话治愈了。他发现本不是一个跟不上时代的老古董，而是一个拥有巨大精神力量、让人无比安心的守护者。从那天晚上开始，朱尔斯对本的态度彻底改变了。他不再让本只是坐着休息，而是让本成为了自己的私人司机和首席助理。现在无论是去参加重要的商业谈判，还是去见挑剔的投资人，朱尔斯的身边总有本的身影。每当朱尔斯在车里因为工作急得要发火时，本就会放一首舒缓的音乐，或者说一个冷笑话，让空气瞬间安静下来。每当朱尔斯做了一个了不起的决定时，本就会在后视镜里对他竖起大拇指，给他最坚定的支持。在经历了深夜的聊天以后，朱尔斯和本成了最好的朋友。本每天开着车陪着朱尔斯在城市里忙碌，在别人的眼里，朱尔斯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女人。她有自己的大公司，有一个漂亮的女儿，还有一个愿意在家里照顾孩子的温柔丈夫。在外人看来，她的生活太完美了。但是，只有每天坐在前排开车的本知道，朱尔斯的压力已经快把她压垮了。首先是公司的危机，因为公司的发展速度太快了，那些给公司出钱的投资人们开始担心朱尔斯太年轻，没有管理大公司的经验。投资人们想要从外面请一个年纪更大、更有经验的职业经理人来当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以此来管着朱尔斯。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朱尔斯非常难过。这家公司是他一步步打拼出来的。朱尔斯不想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去管，但是为了让公司继续发展，他不得不去同城市那些冷冰冰的首席执行官面试。然而更让朱尔斯痛苦的不是工作的压力，而是家庭的秘密。有一天，本开着车送朱尔斯的女儿去参加朋友的聚会，在回来的路上，坐在本的车里，突然看到一个让他不敢相信的画面。
她看到朱尔斯的丈夫正在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在街边亲密地说话拥抱。本是一个非常正直的老人，看到这一幕，他的心里沉重极了。他非常心疼朱尔斯。朱尔斯为了这个家，为了公司每天疯狂的工作，而她的丈夫虽然嘴上说着支持她，愿意在家里当全职爸爸，背地里却背叛了她。本不知道该不该把这个残忍的秘密告诉朱尔斯，他一整天都心神不宁。但本没有想到的是，朱尔斯其实早就知道了。那天晚上，在出差去另一个城市的宾馆里，朱尔斯因为压力太大，终于忍不住在房间里失声痛哭。他把本叫到了自己的房间，一边哭一边把所有的痛苦都倒了出来。朱尔斯哭着对本说：“本，我其实知道我丈夫做的事，我知道了他有别的女人，但我总是告诉自己，这都是我的错，因为我太忙了，我每天都在工作，我没有时间陪他，没有时间当一个好妻子，所以他才会觉得寂寞，才会离开我。”朱尔斯看着本，眼里充满了绝望和迷茫。他抽泣着说：“本，那些投资人让我找一个新的首席执行官，我现在想同意了。如果我不再当这个总裁了，如果我每天早点回家，多陪陪我的丈夫，我是不是就可以换回我的家庭？我的丈夫是不是就会回到我的身边？本，我是不是应该放弃我的梦想？”看着朱尔斯的眼睛，一字一句地对他说：“朱尔斯，看着我，请你记住，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你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一个了不起的妻子，更是一个天才的创业者。这家公司是你的梦想，是你让它从一个想法变成了一个有几百名员工的大企业，这是你的心血，你是这里唯一的灵魂。”本伸出手，轻轻拍了拍朱尔斯的肩膀，接着说道：“你的丈夫犯了错，那是他的选择，你不应该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如果你为了留住一个背叛你的人，而放弃了你最热爱、最骄傲的梦想，你以后一定会后悔的。不要为了任何人放弃属于你的王座。你就是这家公司最好的老板，没有人可以取代你。我相信你，你也要相信你自己。”本的话像一束温暖而强烈的阳光，瞬间照进了朱尔斯冰冷黑暗的心里。朱尔斯看着本，慢慢停止了哭泣。在经历了大哭和本的鼓励之后，朱尔斯做出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朱尔斯在宾馆里睡了一个很久以来最香、最安稳的觉。第二天早上，当太阳重新升起的时候，朱尔斯回到纽约的公司。他首先把那些出钱的投资人们叫到了办公室，非常平静也极其有力量地告诉他们：“谢谢你们的建议，但我已经决定了，我不会从外面请新的首席执行官。没人比我更了解这家公司，没有人比我更爱这里的员工。我会继续留在这里，用我自己的方式带领公司走向成功。”投资人们看着眼前这个重新找回女王气势的年轻女人，互相看了看，最后都露出了佩服的微笑，同意了他的决定。解决了工作的难题，朱尔斯回到家。他本以为自己要面对一场痛苦的谈话，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她的丈夫竟然正坐在客厅里等她，脸上满是热泪。原来丈夫看到了朱尔斯为了挽回这个家而准备放弃自己最爱的梦想，甚至去面试别的首席执行官时，他的良心受到了巨大的谴责。他发现自己太自私了。他娶朱尔斯就是因为爱她的聪明，爱她的闪闪发光，而不是为了让她变成一个不快乐的家庭主妇。丈夫走到朱尔斯面前，哭着对她说：“朱尔斯，对不起，我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我看到了你为我做出的牺牲，这让我觉得自己太坏了。请你不要放弃自己的公司，那是你的梦想，你应该去飞。请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留在你身旁，重新学会怎么当一个配得上你的好丈夫。”朱尔斯看着流泪的丈夫，心里所有的委屈都在这一刻放下了。他选择原谅他，给这个家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职场和家庭的难题终于都得到了最完美的解决。朱尔斯开心极了，他换上了平底鞋，几乎跑着去公司的每一个部门。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第一个分享给他最好的朋友，他人生的导师本。但是当他来到本的办公室前，却发现本的座位上空空的。朱尔斯有些奇怪，他问了旁边的年轻员工，本今天没有来上班吗？年轻的同事笑着告诉他，本今天请了假，他说今天早上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总裁，如果你想去找他，他现在应该在公司附近那个中央公园里。朱尔斯立刻走出了公司，快步走向那个阳光明媚的公园。当他走进了公园的大门，绕过一片美丽的绿草地时，他突然停下了脚步，嘴角忍不住露出了最温暖、最幸福的微笑。在不远处的树荫下，几十个中国老人正在那里跟着音乐慢慢活动身体，而在这些老人的中间，站着那个白发苍苍、穿着整齐运动服的美国老人本。本正闭着眼睛，脸上带着无比平静舒服的微笑，正跟着周围的中国老人们一起非常认真、非常有节奏地练习着中国的太极拳。他一会儿把手伸向左边，一会儿把脚迈向右边，动作虽然很慢，但看起来非常健康，非常有精神。朱尔斯没有走过去打扰他，他只是安静地站在阳光下，双手抱在胸前，温柔地看着这个给他生命带来无数阳光的老人。本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他慢慢睁开眼睛，看到了不远处的朱尔斯。本没有停下动作，只是对着朱尔斯微微一笑，然后用手势示意他，别着急，过来，换上运动鞋，跟我一起在阳光下练太极拳吧。朱尔斯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微笑着看着本走了过来。 Awesome! You made it to the end of the story. You're one step closer to complete fluency. See you in the next one.